智库简报，来自全球各大智库、大学、政府、媒体的政策研究信息、文章、报告，经6度简报团队分析整理而成。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拜登在电话旁等待，因为中国拒绝再玩了。南华早报评论版，瞧，拜登总统表示，中美关系将会出现缓和。他明显期望北京方面会容易妥协，只需守候在电话旁。毫不奇怪，中国方面拒绝参与其中。问题在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请求与他的中国对应人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会面，但被拒绝了。问题在于李尚福在晋升之前负责中国军队现代化的武器采购，自2018年以来，他就受到了前任美国政府唐纳德·特朗普的制裁。他的罪名是购买了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和 S-400导弹系统设备。这与美国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类军火转让在美国制裁法律下是被禁止的。这些制裁是一种单边的制裁，表明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中国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任何此类高层军事会议都取决于美国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美国国务院回应称，制裁并不一定禁止受制裁人与美国政府官员会面。多好啊！当美国和中国进行军事演习时，东南亚会选择谁呢？接着，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另一份声明，确认他们不会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于是，北京方面有点恼怒，并可预见地拒绝了与奥斯汀的会面。五角大楼随后加入了华盛顿的合唱团。正如美国之音所报道的那样，一位发言人表示，尽管由于现行制裁，李将军仍然无法涉足美国管辖范围内的任何美国财产利益、资金转移、支付或外汇，但瞧，拜登总统的政府继续寻求与中国军方领导人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确保竞争不会演变为冲突。这真是个体贴的说法。实际上，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中国方面是狭隘的，因一些微小的制裁而危及世界和平。两国已经超过6个月没有进行高级别会谈了，事故可能发生，因为美国的大量军事装备正在包围中国海岸线，并飞越其领空。但假设我们颠倒情况，根据瑞典哥德堡大学编制的数据，去年美国向令人震惊的142个国家出售了武器，其中至少有48个被归类为威权主义国家。这就是拜登的宣言，即世界陷入了由美国领导的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生存斗争。台海冲突风险被夸大了，这是海峡事务专家的说法，但我岔开了话题。由于美国如此多的军售和转让，北京方面也可以很容易找到理由制裁奥斯汀这样的人。美国将如何对此类敌对行为做出回应呢？但真正的问题超出了对李尚福的制裁，问题在于拜登政府一言堂，口头上说一套，行动上却恰恰相反。他们声称希望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但却一直在触动北京的红线。他们表示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感到满意，但却集结盟友破坏其经济，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进行所谓的芯片战争。几乎在同一口气中，拜登宣布即将出现缓和，然后将七国集团官方公报变成对一系列问题的全面攻击。从北京所谓的强制行为，七国集团国家也在从事这种行为，到批评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而七国集团国家一直在向乌克兰提供所有武器。随后，主流媒体遵循拜登的党派立场，通常将美国描绘为愿意进行外交的一方，并指责中国固执己见。美国没有真正致力于进行接触，而更像是在玩一个公关游戏，其中的结论总是球在你们那边。经过几轮后，中国已经看透了，并不再想玩了。拜登和他的副手们开始看起来像科幻喜剧《火星攻击》中的外星人，他们的领导人宣布他们和平到来，然后开始摧毁一切。与中国的去风险化贸易意味着什么？经济学人在5月20日的广岛峰会上，富裕民主国家G7的领导人谈到了降低风险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但没有提及脱钩。同样的短语在欧洲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3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也出现过。那么，去风险是什么意思？原则上，这个想法很容易理解。以乌克兰入侵之前的欧洲为例，许多国家，特别是德国，从俄罗斯输送了大部分进口天然气，造成了令人担忧的经济脆弱性。尽管代价高昂，他们本可以停止这种输送，这将被视为脱钩。另一种选择是欧洲可能制定一个更为稳健的备用计划，加大投资建设终端和储罐，使其能够在需要时从其他地方进口天然气。这就是经济风险降低。这是为了试图减少经济脆弱性，对贸易和投资造成尽可能小的损害。在俄罗斯入侵后，
欧洲对其他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经济依赖更加担忧，尤其是对中国。冯德莱恩指出，欧盟依赖中国提供98%的稀土、93%的镁和97%的锂，锂是电动汽车电池的重要输入。在争端中，中国可能限制供应，就像在2010年的领土争端期间短暂限制对日本的出口一样。中国对许多欧盟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在2017年底两国发生争执后，他们可能面临像澳大利亚葡萄酒、牛肉和其他产品所遭受的抵制、武断检查和延误等问题。冯德莱恩还担心欧洲的技术可能帮助中国现代化其军事和提高其情报能力。欧盟如何试图降低这些风险？第一步是通过压力测试和供应链审计更准确地确定这些风险。欧盟计划培养其他贸易伙伴，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欧盟委员会最近提出了关键原材料法，旨在增加欧盟内部对锂和石墨等资源的开采，并多元化其外部供应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成员国加强了对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审查，特别是在敏感的高科技领域。欧洲委员会试图使这种审查更加一致和协调。现在很难想象会出现像2016年德国机器人公司库卡被中国企业美的收购那样的交易。今年3月，欧盟就针对经济胁迫的回应措施达成了一个新的、更可预测的协议。欧盟还在考虑使用出口控制和更严格的对外直接投资审查。去风险有时被视为与强硬的美国政策制定者普遍支持的脱钩相比，对中国采取更商业化的方法的标签。但在实践中，这个区别并不那么明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很乐意借用这个术语来描述他的政府的方法，其中包括比欧洲更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鉴于很难想象与中国进行完全的经济脱钩，去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创下历史新高。美国一些人倡导的部分或零散的脱钩可能很难与降低风险区分开来。如果欧盟最终实施出口管制或阻止欧洲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毫无疑问，他们会称之为降低风险，而中国可能会称之为脱钩。大学招生中的平权行动。卡托研究所预计，美国最高法院将很快就2起与大学招生中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有关的备受瞩目的案件作出裁决。针对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诉讼是由公平招生学生发起的，该组织认为这些大学非法歧视亚裔美国人。加州大学系统和一些私立大学已经采取行动，制定招生政策，减少对基于种族的标准的依赖，因为该州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其公立大学在招生中使用平权行动。文章认为，联邦和州政府不应该禁止或规范平权行动，而应该取消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援，允许私立机构决定自己的政策，如何促进多样性等等。他建议，这将尊重大学、教师、学生和家长的选择自由，避免进一步的两极分化，并可能具有其他优势。财政责任法中心的 TANF 工作要求是什么？美国企业研究所。财政责任法反映了白宫和共和党国会谈盼代表周末达成的债务限额协定。这项立法预计将由众议院审议，其中包括一系列影响贫困家庭临时援助 TANF 计划和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SNAP 通常称为食品券中工作要求的变更。TANF 的几项变化将增加该计划当前工作要求的实际效果。该计划预计50%的成年人获得援助，至少从事兼职工作或其他活动。尽管有这种普遍期望，但目前很少有州让50%的成年接受者参与工作活动。FRA 的第二个重要变化是从2025财年开始取消目前的小额检查计划。根据该计划，加利福尼亚州每月向领取食品券的在职父母提供$10的 TANF 资助援助，以便他们可以被视为 TANF 工作。然而，FRA 中的 TANF 变化在不增加支出的情况下适度收紧了该计划的工作要求，同时也突出了需要额外常识性变化的地方。世界贸易组织如何找回正轨？卡托研究所。美国总统拜登没有将贸易，更不用说贸易自由化作为优先事项。根据詹姆斯·巴克斯在国家利益中的说法，巴克斯解释说，拜登一直在努力使贸易成为礼貌保护主义统治的一部分，而他的政府则专注于供应链保护和与其他国家谈判贸易协定，例如印太经济框架，这不能被视为传统的自由化贸易协定。据说许多美国商业团体担心因此缺乏贸易自由化。2021年年收入不平等加剧。经济政策研究所主要发现，2021年
收入最高的1%增长9.4%和最高的0.1%增长18.5%的年工资增长最快，而收入最低的90%的人在2020年和2021年之间实际收入下降了0.2%。收入分布在第90至99百分位的工人在2021年也经历了实际损失。2021年，收入最高的1%的人获得了所有工资的14.6百分号，比1979年的7.3%的份额高1倍。底层90%的人在2021年仅获得全部工资的58.6%，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份额，远远低于1979年的69.8%。从1979年到2021年，最高的1%和最高的0.1%的工资分别暴涨了206.3%和465.1%，而底层90%的工资只增长了28.7%。按年计算，底层90%的工资每年只增长0.6%。而最高的1%和最高的0.1%的工资年化增长分别为2.7%和4.2%。在过去40年左右的时间里，绝大多数工人的工资不平等和实际经通货膨胀调整后小时工资的缓慢和不平衡增长是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性特征。自1979年以来，只有大约10年，大多数工人看到了任何持续的工资正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紧张劳动力市场，以及在2019年劳动力市场大流行前的高峰之前的5年 Good 2020。在当前的商业周期中，一些低工资的工人经历了不成比例的工资增长，这些增长甚至超过了高通货膨胀 Good 和 Candor 2022。然而，社会安全局关于年收入的最新数据 SSA 2022显示，最顶端的人继续拉开距离，积累了更大的收入份额，而底层的90%继续进一步落后。在过去的40年里，工资增长是巨大的不平等。在大流行的劳动力市场上，社会保障局 SSA 的最新收入数据使我们能够分析到2021年最高的1%和其他非常高的收入者的工资趋势，以及最低的90%的工资趋势。SSA 2022来自 SSA 的1991至2021年的收入分布数据，与来自 Kopchuk、Sayce and Song 2007的1979至1990年的数据配对，被应用于 SSA 的总工资和薪金收入 SSA 2022B， 以构建每个工资组的总收入和平均收入详见方法论部分。表一显示了自1979年以来每个商业周期高峰期以及最近2年按2021年美元计算按工资组的平均年收入。从1979年到2019年，即大范围经济衰退前的最近一个商业周期高峰年，平均收入增长略低于50%， 49.8%。这意味着在这40年期间，实际平均工资每年增长约 1.0%。 这种平均增长在整个工资分配中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底层90%的工人的工资增长只有 29.0%， 或平均年化率为 0.6%， 而在同一40年期间，工资收入最高的1%的人经历了 163.9% 的工资增长，每年 2.5%， 最高的 0.1% 的人经历了 337.4% 的工资增长，每年 3.8%。即使是那些处于第90至99个百分位数的人前 10% 的人，不包括前 1% 的人所经历的工资增长也远远快于平均水平。1979年至2019年期间为 76.7%， 或年化增长率为 1.4%。长期以来，这种工资的向上分布意味着工资分布中最底层的 90% 的人的工资增长缓慢，在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生活水平的增长缓慢而停滞。在大流行的第1年，平均工资增长较快，这是一种统计学上的反常现象，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底部下降了。Gould and Candor 2021，休闲和酒店业的低工资和低工时工人大量失业，远远多于其他行业，这导致了平均年工资的人为增加。尽管衡量工资的构成有所提高，但底层 90% 的工资收入者的工资增长很少，而高层的工资则继续上升。2021年，随着许多低工资工作的回归，劳动力市场趋于正常。对于一些最低工资的工人来说，工资增长实际上比其他人更强，因为雇主更努力地吸引他们回到在大流行期间变得不那么受欢迎的工作岗位。Gould 和 Candor 2022。根据 SSA 的最新数据，在2020年和2021年之间，唯一经历实际工资增长的群体是收入分布中最高的 1%。底层 90% 的人经历了 0.2% 的损失，而第90至95百分位数的人经历了更大的损失，达到 2.0%。在2020年和2021年之间，
前1%和前0.1%的人的收入分别上升了9.4%和18.5%。当我们看一下大流行的劳动力市场的2年期间，2019至2021年，前10%的所有收入群体都经历了净工资增长。同样，最大的收益是在最顶端，前1%和前0.1%的工资分别上升了16.1%和29.2%。底层90%的人经历了0.2%的总体损失。关于家庭法和带薪休假的5个快速事实。美国进步中心，家庭法已第5次重新提交给国会，旨在为工人提供带薪、受工作保护的休假，以满足护理和健康需求，确保季节性、临时、兼职和零工工人也包括在内。工人必须能够解决自己的严重健康需求，并抽出时间照顾亲戚，与孩子建立联系或处理部属或性暴力家庭暴力的影响。该法以成功的州方案为基础并制定了这些方案，包括在联邦立法实施后继续执行州方案。所有工人也将受到保护，免受雇主的报复，并能够在休假期间维持他们的工作和健康保险。美国外交与702条款与助理国务卿布雷特·霍姆葛兰的对话。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将于5月30日就外国情报监视法 FISA 第702条进行讨论。国务院负责情报和研究的助理国务卿布雷特·霍姆葛兰 Brett Holmgren 将发表主旨演讲，他将讨论702在美国外交努力中的作用。讨论将继续就美国当前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以及印度人民共和国在帮助应对这一环境方面的作用进行炉边谈话。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上花了多少钱？经济学人。据经济学人报道，尽管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生命损失，但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经济的表现远好于预期。入侵的直接财政成本很低，估计它仅占国家 GDP 的3%。该国将努力扩大其战争努力，而不会冒高昂的财政成本风险，刺激通货膨胀和税收上升，这将影响公民的生活水准。普京在2024年的连任也可能受到大规模示威活动造成的潜在尴尬的影响，类似于2011年立法选举期间的情况。在 Twitter 和 Google 案件中，最高法院避免第230条的声明。美国企业研究所。美国最高法院在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诉讼中裁定谷歌和 Twitter 胜诉，避免面对1996年通信规范法第230条等技术问题。该法律越来越受到审查，并调节了使用者生成内容的输出。这些诉讼指控 IS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宣传。然而，大法官克拉伦斯·汤马斯 （Clarence Thomas） 放弃了这些主张，裁定 Twitter 和谷歌没有故意提供说明。第230条防止社交媒体平台对其网站上发布的材料负责。法官没有探讨其对案件的影响。卢拉的梦想忽视了巴西的经济现实。滕博观点。路易士·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重返巴西总统职位，重新点燃了从拉丁美洲到世界其他的区应该建立统一战线的信念。然而，除非他基于经济和贸易，而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否则这仍然不太可能。在巴西利亚举行的其他10位国家元首会议上，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Nicolas Maduro） 的欢迎与他的前任雅伊尔·博尔索纳罗 （Jair Bolsonaro） 的所作所为直接矛盾，造成了委内瑞拉政权的紧张局势，并破坏了经济和商业问题的进展。经济一体化正在落后，因为更有价值的一体化的工作受到政治两极分化的影响。巴西与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贸易总额份额有所下降。应对日益扩大的犯罪和毒品网络，需要从区域角度出发，并且应该抓住改善基础设施的机会。为了领导该地区，召集人必须做的不仅仅是组织峰会，以推销自己是美国的竞争对手。移民问题引发了对美国人口未来的担忧，个人主义说明他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移民问题引发了一些人对美国人口未来的担忧。有人提出，外来移民带来的一国世界观将会分裂美国社会。这种观点是基于移民所带来的多样性会削弱社会信任的发现。信任是社会繁荣的重要因素，它可以建立合作机构。信任社会更具合作性和创新性，因为人们彼此信任时更有可能分享信息。信任还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便利商业活动。当人们对合作伙伴的诚信有信心时，他们会加快业务进程。因为信任是社会进步的催化剂，担心移民会侵蚀社会关系是一个合理的担忧。然而，移民的涟漪效应比低信任社会带来的问题更加复杂。个人主义一直是美国实力和创新的源泉。
风险承受能力强、个人主义倾向的人移民到美国，在那里建立了历史上最成功的社会。与西方其他地方不同，变革是由个人推动，而不是由外国势力强加的。劳伦斯·米德在他的著作《自由的负担》中解释说，尽管移民在美国取得了成功，但最近的移民潮主要由非欧洲人推动，他们不像欧洲白人那样个人主义。这样的人在美国确实会取得成功，然而平均而言，他们没有将自由视为一种需要履行的负担。缺点在于某些群体缺乏广泛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使他们无法与主导的白人多数群体实现平等。东亚人在美国的经济状况很好，但米德认为学术界对他们的墨守成规和无法开拓新领域表示遗憾。米德认为，从非西方国家引进个人主义倾向较弱的移民将削弱美国的活力，降低个人主义的倾向。从历史上看，美国成功地融合了移民。然而，随着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同化已经成为一个污名。相反，激进分子贬低开国元勋和欧洲哲学家。我们所认同的西方特质，如个人主义和分析思维，被贬低为白人至上主义的产物。因此，未来的移民世代很可能不会大量同化。米德的结论听起来可能有些牵强，但研究对文化的长期影响予以了支持。个性是可以遗传的，所以缺乏个人主义倾向的移民很可能会生育出缺乏个人主义的子女。个人主义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强有力的预测指标，因此，非个人主义人口的激增可能会限制经济增长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胡斯杰分析的证据表明，对创新不友好的人格特质的传承会阻碍增长。通过研究中国帝国时期的人口再生产率，胡斯杰表明，信奉儒家儒学的精英阶层很可能繁衍后代，这对清朝的经济增长率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米德认为非个人主义的美国可能导致不利的经济结果，并不是无道理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对限制移民的提议持谨慎态度，出于经济和哲学原因。然而，他们必须考虑到移民对维持美国的创新力所带来的损害。并非所有文化都会产生类似的结果，因此在推动移民时，古典自由主义者必须考虑到文化后果。最高法院可能倒退权力和损害民主的5种方式。美国进步中心，美国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可能会在本月与投票 LGBTQ 和平权行动有关的激起案件中推翻长期持有的权利，并可能支援一众边缘理论，允许立法机构在没有法院审查的情况下颠覆选举。根据 Politicus USA 的说法，今年的法院任期带来了对民主造成长期损害的风险，因为法院推翻了诸如平权行动和越来越多的城市捷径等既定先例。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对司法机构的批评导致评论原主张采取立法行动，在法院信任度处于历史低点的情况下，为大法官建立具有约束力和可执行的道德规则。Political.com 简要介绍了今年任期内涉及的5个关键案件。前2个涉及平权行动，涉及大学是否应该将种族作为录取决定的一个因素。其他案件涉及削弱1965年投票权法，允许企业第一修正案拒绝为同性伴侣提供服务的权利，这可能会使歧视合法化，以及最高法院是否会批准拜登政府的学生债务减免计划。政府希望免除4300万借款人的债务，而2000万借款人可以期待取消债务。据 Politico 称，最高法院的右翼多数近年来有所加强审查有关案件，有可能推翻40年的先例，并可能使重要法律失去效力。自从布雷特·卡瓦诺 Brett Kavanaugh 法官在性侵犯指控中被提名以来，民主合法性问题一直困扰住法院。到目前为止，民主党人推迟了扩大最高法院规模的前景，以重新平衡其保守派的主导地位，同时要求制定大法官任期限制的呼声越来越高。谢谢收看智库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